关注最新资讯，把握经济脉搏。大家好，我是主播小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主要内容：自去年恒大被曝资金链断裂，负债近2万亿以来，其后续发展就广受大众关注。4月5日，成都恒大天府半岛项目正式开启购房通道，价格低于市价引起抢购。此前，恒大接连危机，一度破产崩盘，市值不断萎缩。董事长许家印不推卸、不逃避，尽力挽救。去年年初起，由于国家对房地产业出台了一系列策略调整，再加上银行信贷收缩，恒大的贷款多次出现受阻。在此期间，恒大又数次出现债券到期未兑付的情况，其企业信用等级屡次被下调。据了解，负债最多时，恒大集团光是每天的利息就高达3亿元。为了降低负债率，首先要做的就是更多偿还银行贷款，减少有息负债的压力。恒大本打算以旗下楼盘低价来实现资金快速回笼，但事实并没那么简单。由于负债规模的庞大，导致恒大在业内的名声也有所受损。国内许多企业都在避免与他合作，或者要求必须现货现付。这无疑给恒大本就很是吃紧的现金流造成了更严重的冲击，多地的楼盘交付都受到了影响。除此之外，恒大的房子也变得更加难卖了。站在购房者的角度，购买恒大的房子都有一定的风险。购买期房的话，若是恒大真的垮了，期房就无法按时交付。而购买现房也有后续万一房子出现问题，该如何处理等问题。所以很多购房者对恒大避之不及也是情有可原的。陷入债务危机的恒大地产，最近还成了法院被告席上的常客。在相继被上下游供应商喊话追债之后，信托、银行等金融机构也纷纷加入公开追债恒大的队伍中。3月16日，恒大地产新增13起开庭公告，其中有2起来自信托公司，原告分别为天津信托和中诚信托。据统计，今年以来追债恒大地产的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已接近30家。在恒大地产集团被列为被告的2201起司法案件中，有83起涉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其中有半数以上为2022年新增。另外还有不少合同纠纷案件涉及债务纠纷、商票兑付等等。截至目前，恒大地产已经54被列为被执行人，被执行总金额超99.57亿元。这么多的债务，无论是谁都会觉得压力山大，即使是许家印也不例外。据媒体爆料，自此债务危机出现以来，许家印就睡不好觉，还瘦了许多。但他也表示一定会把钱还上，虽然没办法做到一次性兑付，但可以保障恒大的广大投资者都是能够拿到钱的。至少以目前情况来说，许家印是有在不断兑现自己的承诺的。不过好消息还是有的，近日恒大召开了债券利息兑付安排及承诺不逃废债的会议，部分债权人同意恒大债券可延期半年支付利息和交付，这也给了许家印稍微喘口气的机会。此外，光大、中航信托等央企和五矿信托出于社会责任感和维持国内金融秩序稳定，做出了接盘恒大的决定。可以说，恒大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地应对危机，离不开央企、国企及各级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这么看来，此前许家印说的绝不躺平，保证交付我可以一无所有，但恒大财富的投资人不能等承诺真能履行也不一定。不过说到底，恒大会走到今天这一境况，许家印却有一定责任。作为恒大集团的最高统领者，他在未能看清地产业发展趋势的情况下，仍然一往直前，促使集团在负债困境中越陷越深。面对巨额债务，许家印能够做到不推卸、不逃避，也算他还有担当。希望恒大的债务危机可以确实妥善处理，每个投资人都可以尽快拿到属于自己的钱。虽然无法立即偿还债务，但变卖固定财产换取流动资金的办法也仍然得到了效果。在3月27号，恒大报告的最新数据中显示，在全国范围内，恒大的复工率已经达到95%，这意味着恒大的停滞期已经结束，
已经逐步走向复工复产的行列。很多房地产的项目也已经陆续恢复运行，对于房子成为烂尾楼的担心，目前可以基本放心。曾经的地产巨头在种种危机下变成了过街老鼠的存在。如果恒大地产找不到新的方法解决危机，或许就只能继续变卖资产，直至真正破产。而真正受害的也只有购买恒大房产或其他项目的消费者。根据数据显示，恒大目前还有上百万套房子没有交付到客户手中，可能也是因为涉及到的人数太多，所以在债务被曝光后，恒大也明智地选择了把保交楼放在第一位，尽最大努力让这些楼盘都能复工复产，确保买房人都能按时顺利地拿到房子。虽然恒大明确了把保交楼放在了第一位，但是恒大近2万亿的债务还是对恒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明显的就是房子卖不出去了。根据数据显示，恒大2021年原定的销售目标是7500亿元，但是受债务曝光的影响，2021年全年销售额就只左右4430.2亿元，最后50天，也就是1个多月的时间，就只卖了7.2亿元。但成都恒大天府半岛项目却出乎意料。3月30日深夜，成都恒大天府半岛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告称，已经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3月31日和4月1日为网上登记时间，根据4月2日公布的复核名单，2天时间就有接近3400户购房者通过资格审核。4月5日晚间，成都恒大天府半岛公众号发布提示，进入选房区的购房人需在1分钟内确认房源并签字确认，房源选定后只退不换，否则视为放弃当期优先购买权。值得注意的是，项目本批次预售均价约 1.3 万每平米，最低首付仅需约35万元。这样的总价门槛，在目前天府新区的供应中已经非常难找到了。与项目一江之隔的锦江生态带，目前整体价位已经站上2万每平米的台阶，多数都是大户型改善楼盘，普通刚需根本难以承受。恒大天府半岛2期项目参考价被定为每平米19496元，参考2021年8月发布的成都二手房价格，成为吸引大批购房者抢购的原因。不过，就在项目取证公告发布后的1个小时后，3月31日凌晨，成都天府新区房地产业协会也专门发布了一则温馨提示，给购房者一些警示。第一，要审慎评估，恒大天府半岛项目属于重点风险项目，购买房屋前应认真了解开发企业及项目商品房相关信息，同时注意甄别相关信息真假，不要盲目跟风，审慎评估后再购买。第二，要审慎付款，项目商品房销售实行明码标价，在购房前需留意销售现场公示，勿支付标价之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第三，要审慎选购，充分了解在售房源信息、周边教育资源、公共交通及不利因素等。换句话说，就是让购房者冷静下来，不要被价格冲昏头脑，要注意甄别开发商现状，还能否成功交房，以及多方位考究房子的周边信息。不怪中国官方发出这样的提醒，此项目或许还将持续受到开发商暴雷带来的影响。可供参考的是，根据今年2月16日上海建工发布诉讼进展的公告，查封、冻结或扣押由恒大地产全资持有的成都新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6.4亿元的财产，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为1年，扣押动产的期限为2年，查封不动产的期限为3年。被查封的正是成都恒大天府半岛6期。恒大地产的危机已持续大半年了，至今难以摆脱。但相对的好消息还是有的，近期开始有央企出手接盘恒大旗下的一些楼盘项目，使恒大保交楼工作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且上个月许家印也定下了目标，将在6月22日实现恒驰汽车的量产。交房和汽车都是恒大手中的王牌，一旦顺利打下来了，想必恒大的状况能迎来不小的好转。很多企业家遇到大的债务会选择逃跑躲避债务的纠纷，往往会逃至国外，一去不复返。但许家印对于恒大的窟窿貌似仍然保持自信，
不可否认的是，乐观心态的确很重要。在去年尾声时，他就曾发言，只要继续复工复产，就一定能偿还债务，恢复销售和经营。而如今，恒大集团就像他所说的，已经陆续开展复工复产。许家印的举措也给恒大股东和消费者注入一股强心剂，而不至于失去信任，陷入绝境。恒大能否顺利翻盘，关键点就在于今年下半年。如果汽车业务和保交楼工作的情况都理想的话，在大笔资金回流后，恒大还是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本期视频就到这了，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请订阅并分享，我们下期见。